记忆力越来越差，说话反应越来越慢。你是否怀疑自己出了问题？是不是开始担心？难道是老年痴呆找上门了？别急，有时候记忆力衰退的背后并不是大脑退化，而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营养不良的警讯。元凶竟然是一种你每天都听说过的营养素维生素 B12。有一位医师曾指出，只要补足这种维他命，就能让你的大脑年轻20岁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但科学研究的确发现，维生素 B12 的缺乏会大幅影响脑部健康，甚至让你的大脑衰老速度加快2倍。反过来说，充足的 B12 能保护大脑，维持记忆力，仿佛让脑龄倒退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人原本以为自己得了老年痴呆，结果只是缺了点维他命，经过补充后，头脑又变得灵活清晰，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事实上，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。最近就有一位65岁的刘先生，平时身体还算硬朗，却突然出现严重的健忘和精神不济，家人都担心他是不是失智症前兆。结果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他体内维生素 B12 严重不足。正是这个意想不到的原因，让他出现了一连串类似失智的症状。刘先生对这个诊断感到十分惊讶，他原以为缺乏一种维生素而已，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问题，怎么竟会搞得跟老年痴呆一样严重？到底维生素 B12 对大脑有多重要？缺乏时又会造成什么影响？为什么现代人，尤其是老年人这么容易缺 B12？ 我们今天就深入来探讨，揭开这背后的科学秘密。维生素 B12 到底是什么？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他命，也是唯一含有金属元素钴的维他命。B12 主要存在于各种动物性食品中，像是猪、牛、羊肉、禽肉、鱼虾、蛋类、奶制品，以及营养最丰富的动物肝脏等。植物性食物本身不含维生素 B12， 因此长期茹素的人如果不特别补充，时间一久就很容易缺乏这项营养。维生素 B12 在人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它参与红血球的制造，没有 B12， 身体就无法顺利合成健康的红血球，组织器官会因供氧不足而感到疲惫无力，大脑也会因缺氧而运转迟缓。B12 同时是神经系统的保养维修工，协助合成包覆神经纤维的髓鞘。髓鞘就像电线上的绝缘外皮，可以保护神经纤维并加快神经讯号的传导。一旦缺乏 B12， 神经细胞的绝缘层受损，讯号传递就不顺畅，患者可能出现手脚麻木、刺痛等感觉异常，甚至反应变慢，记忆力下降。不仅如此，维生素 B12 还是 DNA 和 RNA 合成的重要参与者，是细胞生长与修复的关键元素。如果长期缺少 B12， 细胞正常分裂会受到阻碍，造血功能异常。这就是为什么缺 B12 会引发巨球性贫血，也就是俗称的恶性贫血。这种由 B12 不足导致的贫血，不仅让人脸色苍白，经常头晕乏力，也会进一步损害神经系统，让人感到专注力下降，记忆力变差。维生素 B12 的任务还不止这些，它能帮助降低血液中一种叫同型半胱氨酸的物质。若缺 B12， 同型半胱氨酸浓度会上升，长期下来可能伤害血管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间接影响大脑的血液供应。换句话说， B12 不足不但伤神经，也伤心又伤脑。最后， B12 对维持大脑的年轻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B12 充足的老年人，脑部萎缩的速度较慢，思考和记忆能力衰退的也较慢。相反地，缺乏 B12 可能让大脑萎缩速度加快，记忆力提早退化。难怪医生们常说，要让脑筋灵光，维生素 B12 绝对不能缺少。科学家们也发现了 B12 与大脑老化之间的密切关系。例如，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曾进行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，观察几百位60岁以上长者的维生素 B12 水平与脑部变化。结果发现，体内 B12 含量处于正常偏低范围的老年人，在数年内大脑萎缩的速度约是 B12 含量较高者的2倍。换言之，即使 B12 没有低到引发贫血或神经受损的地步，只要长期处于偏低状态，仍然会加速脑部的退化，
这项研究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，那就是维持充足的 B12 不只是为了避免缺乏症，更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大脑储蓄一笔健康资本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现代医学找到 B12 之前，严重的维生素 B12 缺乏症被称为恶性贫血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病，患者不仅严重贫血，常常还会出现记忆丧失、走路不稳、意识模糊等神经系统问题，最后往往不治身亡。100年前，恶性贫血几乎是绝症，直到1926年，美国的医学家发现让患者大量食用生肝脏可以让病情好转。几年后，科学家从肝脏中分离出真正发挥作用的成分，命名为维生素 B12。这项发现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。由此可见，维生素 B12 对维持人体健康是多么关键的存在。为什么好端端的人会缺 B12 呢？根本原因在于维生素 B12 虽然广泛存在于食物中，但人体吸收它并不容易。一旦饮食结构或消化功能出了问题， B12 就可能跟不上需求。几种常见情况尤其容易导致 B12 不足。我们来看看哪些族群属于高风险群。首先是长期严格的素食或饮食单一。由于植物性食物几乎不含维生素 B12， 纯素者如果不靠营养补充剂，很难摄取到足够的 B12。 就算是一般人，若长期挑食、偏食、不吃肉、蛋、奶，时间一久，体内储存的 B12 也会耗尽。另外，现代食品加工含集约化农业的某些做法，可能让食物中的 B12 含量比天然状态更低，因此有些人即使没有完全吃素，也可能处在 B12 边缘不足的状态。举个极端的例子，在素食人口众多的印度，有调查指出，高达70%的民众维生素 B12 摄取不足或缺乏，导致贫血和神经问题极为普遍。由此可见，饮食习惯对 B12 状态的影响极大。其次是高龄长者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胃黏膜功能退化，胃酸分泌减少。然而，吸收维生素 B12 需要充足的胃酸和消化酶，没有足够胃酸，食物中的 B12 难以被释放和吸收。很多银发族其实饮食不差，但由于吸收效率下降，还是难免 B12 跟不上需求。有研究估计，大约40%左右的7-80岁长者因胃酸不足而有不同程度的 B12 缺乏。因此，营养学家建议，老年人最好透过额外的补充来确保 B12 充足，预防日后的问题。再来，长期服用某些药物也会干扰 B12 吸收，最典型的是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，例如质子帮浦抑制剂，也就是常用来治疗胃溃疡和胃食道逆流的胃药。虽然可以降低胃酸保护胃黏膜，却也让 B12 无法顺利吸收。另一种常见药物是治疗第2型糖尿病的2甲双胍，长期使用也会影响小肠对 B12 的吸收。许多长者同时患有胃病和糖尿病，如果长期服用这2类药物， B12 缺乏的风险将明显增加。如果有这些情况，更要定期检查 B12 的水平。此外，任何影响消化吸收的疾病或手术都可能导致 B12 不足。举例来说，部分胃切除或缩胃减重手术会减少胃酸和内因子的分泌，直接降低 B12 的吸收。克隆氏症、溃疡性结肠炎等慢性肠道炎症会破坏吸收 B12 的小肠黏膜。而另一种特殊的自身免疫疾病是恶性贫血，这种病人的胃无法产生吸收 B12 所需的内因子，即使饮食正常也无法吸收到 B12。长期酗酒造成的胃肠黏膜损伤，慢性腹泻导致的营养不良，也都可能让 B12 吸收率大幅下降。总之，只要消化系统状态不佳，维生素 B12 往往首当其冲的缺乏。维生素 B12 缺乏的症状通常是渐进出现，五花八门，因此很容易在早期被忽略或者被误以为是别的毛病。这是因为人体肝脏可以储存数年用量的 B12， 初期即使摄取不足也不会立刻发病，等到体内库存耗尽时，各种问题才会接踵而至。轻度缺乏时，可能仅有疲倦、脸色偏黄、食欲不振等不明显的表现。很多人会觉得年纪大了本来就比较容易累，于是并不以为意。随着缺乏加重，症状会越来越明显。举例来说，
患者可能开始出现手脚麻木刺痛的感觉，好像末梢神经变迟钝了，走路时平衡感变差，容易跌跌撞撞，思考变慢，反应迟钝，常常话到嘴边却卡住说不出来，脾气也可能变得比较暴躁易怒，情绪低落抑郁。到了缺乏严重的阶段，记忆力会明显下降，甚至无法专注，判断力变差，看起来和失智症非常类似。有些人还可能出现幻觉、妄想等精神症状。此外，严重的 B12 缺乏通常伴随着贫血，患者可能会有胸闷、心跳加快、呼吸变喘，甚至出现四肢无力和大小便失禁。综合这些影响，难怪很多 B12 缺乏的长者一开始被误诊为其他疾病，比如一般的周边神经病变或老年痴呆症，往往拖了很久才找到真正的原因。好消息是，只要及早发现，维生素 B12 缺乏所导致的大部分损害都是可以逆转的。不过在临床上，医生必须仔细鉴别，排除其他可能混淆的因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还有一种维他命缺乏症状与 B12 不足很相似，那就是叶酸不足。叶酸也被称为维生素 B9， 缺乏时同样会引起巨球性贫血。然而，不同于 B12， 叶酸不足一般不会造成神经损伤，因此有经验的医生在发现病人有巨球性贫血时，会同时检查 B12 和叶酸水平，以确定是哪一种缺乏造成的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误以为贫血只是因叶酸不足而大量补充叶酸，可能暂时改善贫血，却掩盖了 B12 缺乏的真相，让患者的神经损害持续恶化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医师特别留意 B12 的状态，就是为了避免漏掉这个隐形杀手。医生通常可以透过简单的验血来发现 B12 缺乏，抽血检查维生素 B12 的浓度，如果低于正常值就显示有缺乏。验血时还常常会发现红血球体积偏大，这是巨球性贫血的典型特征，也印证了 B12 不足的存在。一旦确诊缺乏 B12， 治疗其实很简单，轻微缺乏的患者可以每天服用维生素 B 群或 B12 补充剂，严重缺乏或者本身吸收困难的患者，医生则会建议施打维生素 B12 的肌肉注射，每周一次，连续几周，迅速补足体内存量。许多患者在开始补充后，短短几周内就感觉精力和记忆力都恢复了不少，原本的麻木感和脑中混沌的状况大为改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并非所有情况都需要打针补充 B12， 对于没有严重吸收障碍的人而言，每天口服高剂量的 B12 补充剂也能提供足够的维他命。有研究发现，口服高单位 B12 在许多患者身上可以取得与注射相近的效果。只有像恶性贫血这类由于内因子缺乏而无法透过肠道吸收 B12 的状况，才需要终身定期施打肌肉注射。对一般的 B12 缺乏者来说，口服补充方便有效，是首选的方式。有些案例甚至出现戏剧性的好转，原本神志恍惚、需要人照顾的老人，在接受 B12 治疗后，重新变得头脑清醒，行动自如，看起来仿佛年轻了20岁。对他们而言，维生素 B12 就像让大脑重返青春的魔法药，但其实这并不意外，因为原本他们的大脑并非真的退化到不可救药，而只是陷入了营养缺乏的困境。一旦养分补足，大脑功能就恢复了正常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 B12 缺乏造成的神经损伤拖延太久，可能会留下部分后遗症，因此矫正得越早越好。如果家中长辈出现认知能力下降，一定要记得检查是否缺乏维生素 B12， 千万不要急着认定是失智症而错失可以逆转的良机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失智症都是维生素 B12 缺乏造成的，像阿兹海默症等退行性大脑疾病有其复杂的病因，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根治方法，但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更要把握每一个可以治疗的因素。医学统计发现，在失智症患者中，约有一小部分，可能不到1成，是由包括 B12 缺乏在内的可逆性原因所导致。虽然比例不高，但对这些患者而言，找到 B12 缺乏并加以治疗，就等于为他们的大脑找回了年轻的活力。因此，只要有一丝机会能改善病情，我们就不应该轻易放过。预防维生素 B12 缺乏其实并不难，
关键在于均衡饮食和及时补充。平日饮食中应该注意摄取富含 B12 的食物，例如瘦肉、鱼、蛋、奶以及动物肝脏等。对于严格的素食者，可以选择吃添加了 B12 的强化谷物、营养酵母，或者直接服用维生素 B12 补充剂来避免缺乏。老年人和长期服药的族群，则最好在医师指导下定期补充 B12， 或者定期施打维生素 B12 针剂，以确保身体有足够的 B12 储备。由于维生素 B12 属于水溶性维他命，适量补充通常不会有副作用，过多的部分还会随尿液排出体外，因此一般人不必过度担心补过头。然而，凡事过犹不及，超量的补充也非完全无害。有报道指出，长期大量摄入 B12 可能引起皮肤出疹、肠胃不适，甚至罕见的过敏性休克等副作用。所以维生素补充剂虽好，也不要一次吞太多或打太频繁。根据营养学会建议，成人每天所需的维生素 B12 大约是 2.4 微克，正常饮食其实不难达成这个量，只要针对容易缺乏的高风险族群适度补充即可。总而言之，不是所有记忆力衰退都代表无法逆转的脑部老化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只是饿了，透过各种小毛病在提醒我们需要补充养分。维生素 B12 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填补身体的不足，我们真的有机会留住清晰的思绪和珍贵的记忆。或许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，但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大脑维持年轻的状态更久。所以下次再觉得健忘、反应慢，不妨想想看，是不是该给大脑加点营养了。透过调整饮食，适当补充维生素，再配合持续的脑力训练和运动，我们就能尽可能的延缓大脑的老化，让大脑年轻20岁，不再只是天方夜谭，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努力追求的目标。